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青林，我们离婚吧。杨天琪坐在沙发上，对正在收拾碗筷的青林说道。青林拾掇着碗筷的手微微一顿，随即笑了，露出嘴角迷人的梨窝，以及眼角浅淡的皱纹。天琪，你又逗我，都老夫老妻的，还开这样的玩笑。杨天琪闻言叹了一口气，你知道的，妈一直想抱大孙子，可是这么多年了，却一直不曾满足她的心愿。天琪，我在吃药，也许很快我们就会有孩子了。青林知道一切是他的错，他从小体寒，本就极难受孕，7年前好不容易怀了一个孩子，可不到2个月就没了。从那以后，无论他跑了多少医院，吃了多少药，却依旧没有任何怀孕的迹象。杨天琪听到他的话，不可察觉般的皱眉，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你就有过一次身孕，可还是没有保住孩子。青林，妈年纪大了，真的等不了了，我也等不了了。听到杨天琪如此的语气，青林知道他这一次说的是真的，他是真的想同他离婚，可是他不愿，他爱着这个男人，为他做什么都愿意，却不想离开。他眼泪在眼眶中打转，老公，再给我1年的时间好不好？如果这1年中我依旧没有怀孕，那我们就离婚吧。这一句话仿佛费尽了他所有的力气，他知道这意味着也许他将永远离开天琪，这个在他生命中占据最重要地位的男人。杨天琪听完这话，不发一语，似乎在思考着什么。良久，他才说道：青林，半年吧，就半年时间。他根本不相信青林会怀孕，给他这半年时间，不过是看在2人曾经同甘共苦的份上，而半年后他也将会有新的生活。想到此处，杨天琪不由得弯了弯嘴角，随即又说道：老房那边是空着的，你这半年先搬过去住吧。琳琳，你知道的，妈最近身体不好，你们总在一个家待着，难免会有矛盾。所以不待杨天琪将话说完，青林便点头答应。他知道自从知晓她无法生育，婆婆便一直不待见她，甚至多次提出让她与天琪离婚。刚开始几年，天琪还向着她，或许后来因为日子渐长，再加上天琪也想要个孩子，她也渐渐变得沉默。直到近2年，他不止一次向她提出离婚，但最后都因他的祈求而终止。在这段婚姻中，他早已失去了自我，多年的守候已经让他习惯了身边的男人，习惯了这个并不温暖的家，也习惯了在无尽的黑夜中默默地舔舐自己的伤口。2人商定之后，青林很快搬离了那个家，来到了老房子。这是2人结婚时的婚房，两室一厅，上午都可以接收到温暖的阳光。每天青林都会眯着眼睛躺在床上，享受着10多年来都不曾有过的闲暇时光，思考着自己这10多年的日子过得真的值得吗？青林是在大一入校时认识的杨天琪，他作为新生接待来替他拿行李，带他报名找宿舍，直到现在，他依旧记得那个皮肤微黑，一笑便露出一口白牙的男孩，憨憨地说道：师妹，你好，我是大2计算机系的，我带你去报名吧。青林仿佛看到他黝黑的皮肤有些微微发红，那时的他觉得杨天琪很可爱。再后来2人见过几次面，一来二去便有了好感。在大1快要结束时，他成了他的女朋友。那时的青林青春靓丽，活泼可爱；那时的杨天琪相貌普通，性格憨厚，很多人都认为他配不上青林，
也不明白青林怎么会看中没家世、没模样的杨天琪。只有青林自己知道，有些感情不是外在条件可以决定的。他对她好，对她无微不至的关心，有这些便足够了。大4上学期的时候，青林的家里突发意外，父母因车祸双双离世。而在这段最为艰难的日子里，也是杨天琪陪着他的，让他度过那段痛不欲生的时间，使他更为依赖他。大学毕业，青林便与杨天琪领了结婚证，并且用父母的赔偿金买了房子。那是因为杨天琪想将户口转来，便将房子写在了杨天琪的名下，还把他母亲接了过来。杨天琪很小的时候便没了父亲，是由母亲一手拉扯大的。杨天琪对他极为孝顺。当时有朋友劝青林小心些，这样的单亲母亲或许并不容易相处。青林倒是不介意这些事，他相信他和杨天琪的感情，相信杨天琪也会给他一个美好的生活。而且那时的他认为婆婆是一个很和蔼的老人，即便偶尔有点小脾气，忍忍也就过去了。婚后第3年，两人又找朋友借钱，自己开了一间餐馆。杨天琪在大学时曾利用假期去厨师学校学习过，所以这餐馆便由他主厨，青林则是服务员兼收银员。又过了2年，餐馆渐渐步入正轨，也越做越大。而此时的青林也因为有了身孕而在家中休养，婆婆也因为她怀孕对她格外关心，不让她做一点事情，哪怕是添晚饭都是婆婆代劳。可是在2个多月的时候，孩子就突然没了。医生说是她吃错了东西，她后悔不已，因为当时孕期反应太大，她实在没有胃口，便在外面买了一份酸辣粉，也因此而失去了一个孩子。从那以后，她再也没有吃过一次酸辣粉。可是7年过去了，无论她怎么做，都没有再怀过一次孩子。婆婆的脸也越来越黑，天琪对她也越来越冷淡，但餐馆的生意却越来越火，也渐渐从一个小餐馆做成了一间颇具规模的饭店。在搬出来3个月的时候，青林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。听到这个消息时，她又惊又喜，还没来得及给杨天琪打电话，便直奔家里。她想告诉婆婆，她有了孩子，她也终于可以不用和天琪离婚了。可是谁知道，等待她的竟是晴天霹雳。青林一边敲门，一边出声叫道：“妈，我回来了。”却没有得到回应。她想婆婆或许是出去了，便准备拿出钥匙开门。这是上次趁天琪不注意，她藏起来的。就在此时，走道上传来婆婆说话的声音：“你这都快5个月了，可一定要注意，别老是在外面吃东西，不干净。”后面一个年轻的女生回答道：“行了，行了，我知道了。要不是你每天做的饭不合我口味，我怎么会到外面吃饭？你以为我为了谁？还不是为了我的大孙子。”婆婆这话还未说完，便看见了拿着钥匙的青林，一时愣在了原地。青林也站着没有动，耳边只回荡着婆婆的那句话：“大孙子，大孙子。”她当然明白这大孙子是谁。婆婆只有天琪一个儿子，这孙子不就是天琪的孩子吗？她又看向了婆婆旁边的女人，20岁左右，皮肤白皙，丹凤眼高鼻梁，薄嘴唇，穿着一件时尚的孕妇裙，黑色的卷发随意地扎在身后，一看便觉得她不简单。倒是婆婆先打破了僵局，生硬地问道：“你怎么回来了？”青林没有回答，只是直直看着那年轻女人，指着她问道：“她是谁？”婆婆一时不知怎么回答，毕竟青林和天琪还没有离婚，再加上此时对青林多少有些愧疚，
便思索着该如何对青林说这件事。阿姨，你好，我是杨天琪的老婆陈荣。那个自称陈荣的女人扬起了高高的头颅，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，看向青林，叫青林阿姨，也不过是在嘲笑她年老色衰，没有与她相争的资本。青林不可置信地看向婆婆，老婆，她是天琪的老婆。妈，那我是谁？婆婆因两人的对话而回过神来，又听到青林这样的质问，对她的愧疚像是突然消了一大半。青林，也别怪我们狠心，想我们杨家3代单传到了天琪这一代，更是因为他爸走得早，我好不容易才将他拉扯大，不能因为你而断了我们杨家的香火。妈，你们怎么能这样对我？我和天琪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也一直将您当成亲生母亲一样对待，您怎么可以？青林对婆婆一向孝顺，尤其是因为这些年没法怀孕，她更感自责，便每天在家洗衣煮饭，伺候婆婆，不让婆婆做一点家务，恨不能像古代般每日早晚问安。婆婆也习惯了青林这些年的逆来顺受，所以听到青林的话便更觉得恼火。那又怎么样？你始终不过是我儿子的女人，他要你时，你就是我女儿；他不要你时，你就是一个陌生人。婆婆这话倒也提醒了青林，今天这一切不过是因为天琪要和他离婚了。若是他愿意护着他，爱着他，那没有孩子又能怎样？他抱着最后一点希望，尽量放低声音说道：妈，我怀孕了，刚刚从医院回来。这句话让对面的2个女人有不同的反应。陈荣表情好像凝重了起来，婆婆却是笑了，不是真心的笑，是嘲笑。青林，你是当我傻吗？这么多年没有怀孕，现在要离婚了你就怀孕了？妈，我说的是真的，我真的。妈，你先进去休息，别被气坏了身体，让我和这位阿姨说2句。青林话还未完就被陈荣打断了。婆婆点点头，开门进了屋子。留下来的陈荣看着青林，你真怀孕了，跟你有关系吗？青林一点也不想搭理这个女人。没关系啊，我只是想告诉你一件事，知道天琪他妈是怎么跟我说的吗？陈荣故作神秘地低声说道，他说那一年你怀孕，他找人算了一卦，是个女儿，便每天在你要喝的水里放一些活血的药，然后孩子就没了。本来想等你身体恢复了再怀一个，可没想到你整天在他眼前伏低做小的，看着你就厌烦了。青林听到这话，不敢置信地抬头，却看到了陈荣眼中满满的算计。不可能，你别想挑拨我们的关系。陈荣只是摸着肚子笑了笑，你不相信，我也无话可说，但这事却是真的，就连天琪他都是知道的。其实青林早就相信了陈荣的话，但他却不相信这件事天琪会知道。他抓住陈荣的手，大声问道：不可能，你一定是骗我的，是不是你？干什么？你抓疼我了？陈荣突然大声叫道。而此时原本在房里的婆婆却突然冲了出来，一把推开青林，大声斥道：你疯了不成？自己生不了孩子，也不让我杨家有孙子。青林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此时的她躺在地上，她肚子很疼，甚至能感觉到那个小生命好像正从她的身体里一点点地消失。她的心也很疼，这疼痛从胸口蔓延开来，遍布全身。见青林不言不语地倒在地上，婆婆便向她看去，这一看才发现她的身上有一点血迹，立即慌了神。你真怀孕了？青林只是捂着肚子，脸色有些发白，她真的没有力气说话了。她感觉自己好像真的死了，和她的孩子们一起离开了这个世界。看到青林的模样，
婆婆赶紧打了120，又拨通了杨天琪的电话。后面发生了什么事，青林不太记得了，她只知道医生说孩子没了，她以后恐怕是再难怀孕。她甚至觉得还听到了婆婆和杨天琪争执的声音，她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。总之，她终于明白了那句话：爱莫大于心死。青林醒来的时候，只看到医院白色的吊顶，身边没有一个人。她以为自己只是做了一场梦，梦里她失去了孩子，她不相信这是真的。妹子，你醒了。一个女人的声音在青林耳边响起。青林顺着声音看过去，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女人。她张了张嘴，却没有发出一句声音。你渴了吧？哎，你老公也真是的，才没了孩子，也不照看你。虽然有我这个护工在，可遇到这样的事啊，怎么也得家人陪着吧。那女人倒了一杯水给青林，见青林没有表情，又说道：哎，瞧我这破嘴，就爱乱说话，你也别往心里去。其实你家人对你也是很好的，说不管你想吃什么，你想要什么，就让我去买。哪像我家那个，一辈子就是个工人，到现在房子都还没买上，这儿子眼看着大学毕业了，找媳妇怎么也得有套房。护工一边不停地说着，一边看着青林，见他没有笑，也没有不高兴，心下有些不明白，这妹子是不是得了什么失心疯？喝了一点水，青林感觉好了一些，便开口说道：你走吧，他又不是快死了，不需要人照顾，而且他更不喜欢有人一直在旁边唠叨。我可不能走，你家是给了钱的，我走了那就是失职。那护工接过青林手里的杯子，青林皱眉，大声说道：你走。见青林突然发了脾气，护工只能说道：行，我走了。妹子，你好好休息啊，我明天一早就来。整整一夜，青林独自一人待在病房，没人知道他做了什么，也没人知道他想了什么。只是第二天，所有人见到他时，除了脸色依旧有些苍白，脾气确实好了许多，说话温和，仿佛之前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在医生告诉他可以出院回家休养后，他给杨天琪打了电话：我出院了，你能来接我吗？电话那头的杨天琪犹豫了许久，终于答应：好，我一会就到。无论是婚姻的背叛，还是失去的孩子，都是他愧对于他，他便没有理由拒绝他。青林挂了电话，嘴角扬起一抹不易察觉的笑容。很好，只要他对他有一丝愧疚都好，他便能够继续留在他的身边。很快，杨天琪便赶到医院。我先送你回去吧，然后再给你找个保姆。好。青林不多言，也没有反驳他的话，这倒是令杨天琪有些呆愣。他以为他会大骂他没有良心，或者是向他哭诉失去孩子的痛不欲生。可是他什么也没做，平静的如同他们之间什么也不曾发生过。两人一路无言，直到将青林送进了屋子。杨天琪终是忍不住开口：对不起，是我不好，你若是恨，就恨我吧，不过你别怪妈，她也不容易。青林听闻此言，只是看着杨天琪，随后说道：我不怪你，也不怪妈，这或许就是我的命吧。那淡然的语气让杨天琪一度怀疑，他是不是因为这事受了刺激，精神出了问题，便不敢再多言，怕说多了会让青林有更不好的反应。那我一会儿找个保姆过来，你先休息，不用找保姆了，我能照顾自己。青林突然告诉他，他不需要保姆，可是你现在的身体需要人照顾，又不是没有经历过，休息几天便好了，没什么大碍的。见青林坚持，杨天琪也只能由了他。在离开的时候，又说道：你要什么
就给我打电话，这些钱你先拿着用，其他的事我们以后再说。青林没有回答他的话，只是看着窗外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良久才说道：“你每天有时间就帮我送些菜过来吧，你知道的，我一向只吃新鲜的蔬菜。”青林的这些习惯，杨天琪是知道的。杨天琪走后，青林窝在沙发里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终于只剩下他一个人了，他可以尽情地释放自己的情绪，然后再将它们深深地掩藏起来。第二天上午，杨天琪便买了一些新鲜的菜肉送了过来，全都是按照青林的喜好买的。没想到你还记得我喜欢吃的。青林接过他手里的东西，轻声说道。杨天琪没有说话，或许连他自己也觉得奇怪。他一直以为自己对他早已没有了感情，可是当感觉到他好像要离开他的时候，却又如此清楚地记得他们之间的许多事情。见杨天琪不说话，青林又说道：“中午留下吃饭。”杨天琪却是摇摇头：“我得先走了。”小荣有些不舒服，说完又惊觉自己说错话了，立马看向青林。见他没有什么反应，便放了心。青林表面平静，内心却是波涛汹涌。知道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毕竟孩子才是最重要的。杨天琪对青林的愧疚又加深了一层。不管他们之间的感情如何，毕竟这个女人是陪伴了他10多年，和他患难与共的结发之妻。后来的许多天，杨天琪都会按时送来东西，有菜有肉，也有一些零食。慢慢的也会留下来和青林吃饭，偶尔说起店里的情况，还有回忆一些年轻时候的事情。这倒是两人自失去第一个孩子后相处起来最舒心的日子。这个时候也是杨天琪最轻松的日子。这一天，杨天琪过来后也没有说话，只是坐在一旁抽着烟。青林看他面色便知定是遇到了什么事情。怎么了？遇到麻烦了？杨天琪叹了口气，却是欲言又止。不是他不想，实在是不知该如何在青林面前提罢了。是家里的事，是妈和小荣吵起来了。杨天琪的话倒是令青林没有意外，她婆婆那人不是好相处的，而那陈荣经过那日的事情，她便知道也不是好脾气。两人常住一起，怎么可能没有矛盾？杨天琪见青林没有什么异常，便也放心。或许他真如他自己所说那般放下了。是小荣嫌弃妈做的饭不好，味道不好，总爱上外面吃。妈又觉得小荣是瞧不上他，故意让他难堪。其实这两人闹了好几次，今天最为严重。陈荣闹着要去医院打掉孩子，那老人家脾气也上来了，便说打掉也好，想为杨天琪生孩子的女人多了，不差他一个。最后是杨天琪将陈荣送到了外面逛街，又安慰了半天老母亲，才消停了下来。听完杨天琪的话，青林抿了抿嘴，孕妇脾气不好，容易影响胎儿，你尽量让着她吧，实在不行就请个阿姨回家煮饭。其实青林心里是知道的，她那婆婆怎么可能会让请阿姨？她这样说不过是为了体现她大度的形象。杨天琪没有留下吃饭，便离开了。青林也没有挽留，这让杨天琪觉得青林十分善解人意。其实他一直是如此，不过是他以前忽略罢了。没多久，青林的身体也恢复了。他提出想到杨天琪的饭店工作，理由是他以后总是要依靠自己的，而这许多年都不曾出来，担心到其他地方不好找工作。杨天琪也答应了他的要求，安排他到财务部工作。这本就是他以前做的事情，只是后来因为怀孕而交给了别人。就连如今的财务经理，都是青林往日一手带出来的。
而两人离婚的事情也因此而提上了日程。两人商量后，青林得到了一套房产和50万的存款。在准备上班的前一天，青林便和杨天琪拿了离婚证。可当真正拿到那只有单人照的小本时，两人都是眼眶发红。杨天琪不知道自己做的决定对不对。和陈荣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后，他却越发怀念起与青林在一起的日子。若是青林能为他生个孩子，或许他们会不一样的。青林很快适应了工作岗位，再加上有一些老员工他是认识的，所以工作起来也是很方便。也没有人知道他和杨天琪已经离婚了，所以对他的到来没有表现出疑惑，只当是这个老板娘突然开窍，想要掌权了。青林姐，你现在能来工作，就可以天天看着杨总了。你是不知道，你不在的时候，有些花花草草就爱主动往上贴。说话的女人叫苏雪，是青林一手带出来的财务经理。青林闻言笑了笑，也不说话。苏雪又说道：前几个月还有个收银员，叫什么陈荣来着，就老爱对杨总抛媚眼。当时我们还以为杨总真会看上他，想着若真发生了什么事就通知你。不过他却突然辞职了。青林放在键盘上的手顿了下，很快便恢复了正常，好似不经意地说道：怎么突然辞职了？苏雪一边喝水一边含糊说道：不清楚，不过好像听说是那女人的男朋友不让她在这里做了。有男朋友，那还能看上老杨？青林挑了挑眉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现在的年轻姑娘不都是喜欢有钱的吗？什么嫁个有钱人能少奋斗20年？那她男朋友知道她在打老杨的主意？不知道，这些都是小芳那丫头说的。他俩是老乡，一块出来工作的。小芳说陈荣离职后她也没见过，只是偶尔电话联系。能把那小芳叫过来见见吗？青林心中打定了主意。青林姐，你怎么对这事感兴趣啊？哈，这不是听说有人打老杨主意，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人，以后也好防备啊。青林尴尬地笑了笑。苏雪听闻也没有怀疑，知道这是女人的天性。下午空闲的时候，苏雪便叫小芳来了办公室，是一个很朴实的小姑娘。青林也见过她，只是两人没什么交集。喝水，小芳。青林看小芳有些拘谨，便倒了一杯水。您找我有事吗？小芳知道这是老板娘。你认识陈荣吗？认识，我们是一个镇上长大的。看青林人比较随和，小芳也慢慢放松了下来。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打听陈荣的事，但他说的事也是大家都知道的，所以也没有隐瞒。你说他告诉你他有了男友的孩子，准备和男友结婚了。听到这消息，青林的第一直觉是这个男友并不是杨天琪。小芳点头。青林又问道：那你见过她男朋友吗？见过，好像是一个调酒师，两人在酒吧认识的。不过陈荣辞职后就没有见过了。我想他们或许是回去结婚了。这个消息如一记重磅敲在青林的心头。后来又随便聊了些，小芳便离开了。青林则一直盯着电脑，脑袋里在飞快地打转。良久后才轻声笑了出来。对面的苏雪有些奇怪，便问道：怎么了，姐？没事，就觉得那陈荣挺可笑的，有男朋友还想贴上老杨，没想到怀孕了，心里估计是觉得得不偿失吧。那倒是，估计他是没脸再找杨总了，就辞职了。苏雪没有注意到青林那勾着嘴角的笑容，不然就会发觉这个青林不是他所认识的那人。虽然知道这事，青林确实没有再主动提及。直到第二天下班时，杨天琪说想和他出去转转，
两人开车来到母校，在学校附近的面馆吃了2碗牛肉面，又让他们回忆起了大学的时光。那时两人都没什么钱，每次总是吃1碗素面。后来有一次，青林见杨天琪实在馋得慌，便点了1碗牛肉面，将肉全给了他。想到这些，杨天琪总觉得自己那颗沉寂的心好像在隐隐跳动。后来二人又一起到学校周围转了转，看到那些20岁左右的学生，两人无不感叹年轻真好。你今天是有事吗？一晚上，青林都发觉杨天琪有些不对劲，直到两人来到安静的地方，他才问他，还不是家里那2人闹腾的。青林，其实我有时挺后悔的，虽然以前你和妈也相处不太好，但总是妈自个折腾你，却是能让我安心的。如今家里我是越来越不想回了。青林看了看杨天琪，你和他领证了吗？杨天琪失笑，还没有。他说领证前得先弄个公证，婚后我的1半财产必须归他所有。青林笑了，当初离婚时，杨天琪刚开始只给了他50万的存款和1套房子，他也没有再多要，他是想要用自己的办法将他的东西都拿回来的。现在那女人居然还想要他的东西，心里这般想着，嘴上却说道，反正他生了孩子，以后你的所有不都是孩子的吗？杨天琪闻言也点点头，虽然我知道他是为了钱才要和我结婚，但我想不管钱在他那里还是在我这，以后终归都是孩子的。却不知道他到底打的什么主意，还扬言不公正就不生孩子了。陈荣以孩子相携，的确算是掌握了孩子的命脉，但青林又怎么会让他如愿？天琪，有些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。青林眉毛微皱，表情忧郁，任谁都能看出他的挣扎。你说，最近听到一些同事的聊天，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谣言。听说陈荣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是有男朋友的，你说什么？杨天琪锐利的目光直视青林，你是怕他分了我的钱，故意说这些？青林听到杨天琪的话，却是突然没了往日的好脾气。我有什么好怕的？杨天琪，从以前到如今，我是怎么对你，你不知道。况且我和你都离婚了，你的钱关我什么事？爱信不信，我不过是听别人说起，好心提醒你。说完，青林也不等杨天琪反应，便独自走到路边拦了车回家了。有些事情点到为止极好，做多了反而会令人起疑。接下来好几天，青林都没有再找杨天琪。他相信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，总会慢慢生根发芽的。而另一边的那把火，不知道还需不需要他再添点柴。那天的阳光温暖而明亮，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气息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呼唤着人们走出家门，去享受这难得的美好时光。在这样的日子里，青林决定给她曾经的婆婆打个电话，邀请她一起出去喝茶。青林曾经以为婆婆会拒绝她的邀请，毕竟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亲密。然而出乎她的意料，婆婆一口就答应了她的邀请。当青林为婆婆点上一杯她最爱喝的菊花茶时，她发现婆婆看起来比以前憔悴了不少。青林心里明白，这都是因为家里有一个不省心的媳妇，才让婆婆的日子过得并不舒心。妈，您来了。青林微笑着对婆婆说，您看起来有些累了，要不要多休息一下？婆婆叹了口气，摇摇头说，哎，都是妈看走眼了，领了个白眼狼回家，现在家里的事情一团糟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。青林轻轻地握住婆婆的手，安慰她说，妈，您别着急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孩子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照顾他。
至于其他的事情，我们可以慢慢解决。”听到青林的话，婆婆的眼睛亮了亮，仿佛看到了一丝希望。她感慨地说：“青林啊，你要是当初能生育，妈也不会那般对你。哎，这都是命啊。”青林轻轻地笑了笑说：“妈，您别这么说。其实我一直都很愿意给您当媳妇，照顾您，伺候您。只是我的身体不争气，不能为您传宗接代。”说着，她的表情有些悲戚。然而婆婆却抓住了她的手，激动地说：“青林，你还真愿意当我媳妇？听到你这话，妈就放心了。后面的事情我会拿主意的。”从那天起，青林和婆婆的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他们开始频繁地出去吃饭散步，感情变得空前的好。婆婆常常夸奖青林知书达理、善解人意，说她是个难得的好媳妇。在婆婆的撮合下，不过大半个月的时间，杨天琪便又和青林走到了一起。两人之间的感情基础本就不浅，现在不过是重温一遍罢了。杨天琪觉得自己好像回到了和青林谈恋爱的时候，对他越发信任与依赖了。他甚至说，等陈荣生完孩子后，便立即和青林重婚，到时两人孩子也有了，一家三口便能继续过上好日子。青林对于杨天琪的决定并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默默地支持着他。他明白这个家庭需要的是一个和谐温馨的氛围，而不是无休止的争吵和纷争。他相信，只要大家都为了家庭的幸福而努力，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的。与此同时，陈荣的行为却越来越过分。她在家对婆婆不孝顺，花钱大手大脚，对杨天琪也是大吼大叫。这些行为让杨家人对她越来越厌烦，再加上她总是以孩子相逼，要杨天琪将财产分一半给她，更是让人心觉恼火。于是杨家人更加坚定了要与青林重婚的决心。杨天琪对陈荣肚里的孩子也有些怀疑，却不敢直接去问，怕刺激到他。他只想着等孩子生下后做亲子鉴定，确定是他的孩子，那他便会好好将孩子养大。如果陈荣是骗他的，那他就不会管这孩子的死活。然而陈荣逼迫得越来越紧，杨天琪又担心，如果孩子出生后真确定是他的，陈荣又会以孩子来骗取他的财产。在不得已的情况下，杨天琪与青林商量，将家里所有财产都转移到了青林的名下。这一切都是在陈荣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的，再加上二人暂时也没有领结婚证，也不算是婚内转移财产。后来杨天琪又写了保证书，保证陈荣生下他的孩子后会将一半的产业交给他，这才让陈荣放心下来。然而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了一个巨大的陷阱之中。杨天琪和青林的计划已经悄然展开，而他却还在做着美梦，期待着未来的富贵生活。然而谎言终究无法长久。当陈荣怀孕8个半月的时候，一次激烈的争吵后，养母向陈荣坦白了杨天琪与青林的过去。得知真相的陈荣如遭雷击，愤怒与失望交织在他的心头。他不顾一切地冲到青林的办公室，无视周围人异样的目光，大声指责：“青林，你这个老女人，年纪这么大了，还做别人的小三，破坏别人的家庭，抢别人的财产，你的脸皮怎么这么厚呢？”陈荣的声音尖锐而刺耳，充满了愤怒与嫉妒。青林却只是轻笑一声，不为所动。他环顾四周，平静地说：“那你说说，我做谁的小三了？你口口声声说我插足你的婚姻，可你和杨天琪真的结婚了吗？我肚子里可是杨家的种，等孩子生了，
我们自然会结婚。可偏偏出现你这个女人，破坏我们的感情。青林的话让周围一片哗然，谁不知道青林和杨天琪是夫妻？这陈荣简直是厚颜无耻。然而陈荣却越说越得意，他相信只要孩子在手，杨家的一切，无论是人还是财，早晚都是他的。你确定这个孩子是杨家的？青林突然问道。陈荣一愣，随即不屑地笑道：当然，这还用说吗？青林冷笑一声，那你有什么资格说我破坏你们的感情？我曾是杨天琪明媒正娶的妻，也是和他共患难的人，家里的房子，这个饭店，都是我和他一起努力得来的。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还在上小学吧？到底是谁破坏谁的家庭？陈荣，你心里清楚明白。青林这番话让周围的人纷纷点头赞同。原来陈荣才是插足别人婚姻的第三者，还妄图以孩子逼迫别人离婚。这时陈荣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，他似乎被青林说中了痛处。突然陈荣失去理智地冲向青林，想要动手打他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杨天琪走进了办公室，他看到这一幕，立刻上前拉着陈荣，阻止他继续伤害青林。就在这一拉一拽之间，陈荣的肚子狠狠地撞到了办公室的桌角，鲜血顺着他的裤腿往下流，他痛苦地呻吟着。杨天琪吓坏了，赶紧抱起陈荣往医院跑去。经过一番紧急抢救，陈荣的孩子终究没有保住，而杨天琪也失去了做亲子鉴定的念头。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命中注定无子嗣。青林的孩子没了，陈荣的孩子也没了，这一切是否真的是上天对他抛弃糟糠之妻的报应呢？经过一整天在医院陪伴陈荣的煎熬，杨天琪疲惫地回到了家。然而眼前的景象让他瞬间愣住，一切都变了。他的财产，那些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财富，如今已经全部转到了青林的名下。而青林那个曾经温柔贤淑、深爱着他的女人，却已不再是他的妻子。杨天琪感到一阵失魂落魄，他茫然地在老房子里寻找青林的身影。当他终于找到他时，却发现青林已经变得陌生而冷漠，他眼中的眷恋与爱意早已消失殆尽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陌生的鄙夷。这种眼神让杨天琪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惊和绝望，他从未见过这样的青林。林林，我现在只有你了，杨天琪轻声说道，语气中透露出无尽的疲惫和无奈。然而青林却只是冷冷地笑了，真是好笑，你只有我可不是你的杨天琪。青林的话语中充满了嘲讽和轻蔑，他的笑容是杨天琪从未见过的，那是一种眼中带泪的笑容，充满了悲伤和痛苦。杨天琪焦急地追问青林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将我所有的一切都给了你，甚至为了你失去了一个孩子，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然而青林只是冷冷地看着他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。杨天琪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我从头到尾都没打算和你重婚，看到你我都觉得恶心。你说你把一切给了我，说你失去了一个孩子，那么我呢？我的2个孩子何其无辜，都是被你妈害死的，你们难道就从未良心不安过吗？青林的话语中充满了愤怒和悲痛，他的声音在颤抖，眼眶也微微泛红。杨天琪愣住了，他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他曾经深爱的青林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。他试图解释，试图挽回，但青林已经听不进去了。杨天琪，你太自信了，你从未想过那柔弱的青林也会有变成猛虎的一日。你伤害了我，我也要让你尝尝失去一切的滋味。
青林的话语中充满了决绝和冷酷。她已经不再是那个依赖他、敬爱他的女人了。她要报复，要让杨天琪后悔莫及。杨天琪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和愚蠢，他苦笑一声，心中充满了悔恨和痛苦。种因得果，这一切都是我自己造成的。如果我当初对青林好一些，不做出那些伤害他和孩子的事情，或许就不会是这样的结局了。今日的一切都是自己的报应啊！时至今日，杨天琪已经没有了再和青林争执的心，他沉浸在深深的悔恨之中，只知道自己的错误已经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。离开青林后，他心中的痛苦无法用言语表达，而青林他哭泣着，不仅仅是为了那2个还未成型的孩子，也是为了自己曾经付出的真心，以及这一段不值得的婚姻。当时在医院醒来的那一刻，青林的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，他决定不再让这些人好过。于是经过一晚上的深思熟虑，他精心策划了一切。他的第一步是接近杨天琪，逐渐在他心中埋下怀疑的种子，让他开始质疑陈荣的忠诚。接着他巧妙地利用养母和陈荣之间的性格不合，进一步破坏他们一家的关系。最后他扮演起深爱杨天琪的女人，为了她的幸福，他愿意放弃一切，甚至牺牲自己。他成功地骗得了他们的信任，逐渐掌握了家中的一切。然而他从未主动去找过陈荣，一方面是为了保持自己在杨家人心中贤惠的形象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不愿意伤害那个无辜的孩子。他从未想过要让陈荣失去孩子，但命运的捉弄却让他失去了自己的孩子，这是报应吗？他不禁问自己。不管怎样，一切都结束了。青林重新找回了自己，她不再是那个为了男人失去自我的女人，她是青林，是那个在大学里活得潇洒自在、自信满满的青林。她想要笑就笑，想哭就哭，她只做自己。无论年龄如何增长，她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本心。后来青林踏上了一个人的旅途，她开始了新的生活，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。听说杨天琪又从头开始创业了，但他并没有和陈荣在一起，而陈荣的消息也在无人提及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